那即使我们能够评估出孩子该不该用抗生素，但是我们要选择使用哪一种抗生素，这也是一门学问的。作为专业的药剂师，我想要彻底的明白抗生素的一些知识，帮助患者选择这个是呼吸道感染该用哪个抗生素，泌尿道感染该用哪个抗生素，然后脑组织感染该用哪个抗生素。我需要学的知识太多了，我给大家列了几本书。你看，我们需要学中国的抗微生物治疗指南，我们还要参考美国的热病，是美国的抗生物指南，而且还是48版，还是最新的版，一版一版更新的。我们还要看抗菌药物临床指导原则，我们还要看临床药物治疗管理抗微生物感染，很多种书我们都要学。所以妈妈们根据一知半解很难学得通的，所以妈妈不要努力的去学这些事情，把这个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个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要不要用抗生素，该用哪种抗生素，这个是太专业的一个事情了。我们国家主管部门卫计委不断的反复的在强调这件事情，也在不断的出台各项的管理规定，在医院里做培训。这也就是妈妈们经常会很无奈的问我说，季老师，你不应该给我们科普，你应该给那些医生科普啊。我说对，也有很多医生他在关注我的微博微信，其实他们也能学到的这些知识，但是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想让他们真正的能够更新知识，还是要靠我们国家层面的，我们卫计委的这些努力。所以你看，今年我们国家又进一步的卫计委出台了持续的去加强抗菌药物管理的这样的通知，要求加强医师的培训，然后所有的医师，你要想开抗菌药物，你必须通过相应的培训，获得这个考核通过的资格。哪怕你是一个主任药师，这个主任医师，你职称很高，可是你没有通过培训，你没有过那个考试，你一样不能开具抗生素。所以这个是这个层面上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交给医生。那我们能做什么？妈妈们更关心自己能做什么。妈妈们需要学会，抗生素它等于抗菌类的药物，它不等于消炎药。你知道这个理念，你就可以避免滥用抗生素。举例子，我们都会有嗓子红肿、嗓子疼的时候。那嗓子疼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哦，你这嗓子发炎了，发炎了就要使用抗生素。”这个时候就用消炎药。那消炎药呢，拿过来的就是头孢。发炎了，嗓子疼，真的就需要用抗生素吗？我们说，嗓子发炎，它也有很可能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而抗生素它等于抗菌类的药物，它杀的是细菌，它不杀病毒，所以它对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嗓子发炎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只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抗生素的滥用。那我们再说，我们妈妈还要学会什么？我们妈妈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要增强孩子的抵抗力。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增强孩子的抵抗力了之后，我们的孩子就少生病。孩子少生病了，我们就不用带他去医院排队2小时，看病2分钟。增强免疫力，指望药物吗？太多的人听信了各种各样的传言，就给孩子吃免疫增强剂，甚至在我们那一代，给孩子打免疫增强剂，打什么？打人血免疫球蛋白。但是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说突然的，我们某一家药厂的人血免疫球蛋白里面被检测出来了艾滋病的一个抗原阳性。那这个家长们就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立刻出台相关的通知，停用这个厂家的所有的人血免疫球蛋白。那很多用过人血免疫球蛋白的家长就慌了。还好后续的检查说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打开人血免疫球蛋白的说明书，我们会看到这样一句话，上面写着本品来自于人血，存在着理论上可能有
感染其他病原体的这个危害。所以能不用药的时候不用药。那这个说的是过去盲目的去给孩子打人血免疫球蛋白。那现在呢？现在的妈妈可能更多的听信了别人的传言，给孩子去吃一些所谓的口服的免疫增强剂。去年的时候，我曾经质疑过一款广泛使用的匹多莫德，我质疑它没有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不应该在中国这么广泛的被滥用。那最后呢，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他听信了我的这个呼吁，修改了这个药品的说明书，然后这个药品就被关到笼子里，很多孩子不会再受这个药品的一个危害。那当时很多人会说，季老师是以一己之力那么撼动了这样强大的一个利益集团。但我会加一句说，我不敢邀功，因为我们看的截屏上面看得到，当时进行这个事件报道跟进的新闻媒体，包括我们新华社，包括半月谈。所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整个的公共社会媒体和我们国家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想要去整顿这些滥用的药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滥用免疫增强剂。要增强我们孩子的免疫力，靠什么？不指望药物，我们指望什么呢？5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均衡的营养。第二个方面呢，充足的睡眠。第三个方面，适度的运动。第四个方面，孩子要有一个良好的情绪，愉悦的家庭的氛围。第四个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给孩子按时的接种疫苗。疫苗是孩子健康的保护伞。由于疫苗的普及，过去很常见的麻疹、水痘、脊髓灰质炎都已经被遏制住了。所以这5个方面是我们能做的增强孩子免疫力的方向。那我们再说，我们家长还要能做什么？我们在关注什么能够避免对孩子的伤害？那就是我们要关注到这个，我们要关注，我们要看说明书。有研究表明，我们有85%的人是不看说明书的。不看说明书，我们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无心的差错。那这个无心的差错，最常见的一个差错就是高锰酸钾片被口服，然后导致孩子食道被腐蚀。这样的例子每年都有。我们可以说这些家长好愚蠢呐，这些家长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那我觉得不止家长会犯错误，我觉得我自己也会犯错误。我会跟大家分享，曾经10年前，我一次值夜班来了这样的一个外国人，他当时来中国旅行，那跟团旅行，当天是在天安门广场逛了一整天，喝了很多的可乐，但是呢，广场太大了，没有地方找厕所，一直憋着，导致于排尿困难，来到我们医院。在我们医院呢，进行导尿结束，医生给他开了药。当他同时就诊的时候，儿科也有一个患者也要用药，医生同时开了另外一个药，就是另外儿科的医生开的药，都到了我的药房。那这是同样的一个药，但是2种不同的剂型，一个是给儿童的，一个是给成人的。那这个成人来的时候呢，是他的夫人来给他取药。那这个人来取药，我问他说：“你是给这个小孩取药吗？”他就点头。我说：“他的生日是这个时候，这个月份吗？”他又点头。那我就说：“这个药就给你拿走吧。”可是刚拿走没多久，小孩的妈妈过来取药了。这个时候我说：“那我发错了，那位女士刚才取的应该是这个成人的药。”然后打电话找到了这个酒店，跟那个人解释说：“你不要吃这个药，这个药不是你的。”然后回头呢，我第2天把药给你送过去。那当然，那个老先生特别的生气。老先生说：“我夫人她是墨西哥人，她说西班牙语，她不会说英语。当你用英语问她的时候，她其实听不懂，她就点头。所以呢，就是这样犯的错误。那第2天我下了夜班，8点下夜班，赶紧我就去给她换药。
来中国是第一次，60多岁了，他的同伴都已经去登长城了，只有他在这里还要养病，还药还弄错了。那当然我也觉得很愧疚，我就一再跟他说对不起。然后最后呢，他给了我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To err is human。 他说你不用太难过，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你是人不是神。所以这个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是有一个很深的烙印。那在以后我对任何一个患者的时候，我先想到的是，我给他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的？然后我确认他用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了这些信息之后，我才把药发给他。最后分享的就是，无论医生还是药师还是患者，我们其实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要共同面对的是同样的一个敌人，那就是疾病。我们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那一个部分，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守护好安全用药的每一个关卡，能够守护我们的孩子健康向阳的生长。谢谢你们。